向阳最后抬头看了眼空中刚升起不久的朝日，缓缓闭上双眼，低声喃喃着：“我是七皇，也叫向阳，我当不了王，也向不了阳。”下一刻，更加刺眼的光芒近乎从向阳体内绽放开来，以极快的速度近乎笼罩了整个大地，无穷无尽的绿色光雾将整个世界染成绿色。如果肉虫鬼有颜色，那应该就是绿色。巨大的威力几乎打沉了半个大陆。无人知道这方天地有无肉虫鬼修道鬼尊。肉虫鬼只是一级鬼族里最卑贱的鬼物，无人问津。但这或许是这片海域第一个启动的鬼尊肉虫鬼。近乎与此同时，无穷无尽的通天柱近乎布满了天空，从远处疾驰而来，那是梵域的通天柱。大量战略级通天柱开始无差别轰炸剩余大陆板块。梵域参谋阁内，无数人站在天眼大屏前望向屏幕上的那一幕。自从昨夜荒族的王连同向阳失踪后，他们便派出人手快速查看天眼之眼所监视的所有区域。永夜降临后，天眼之眼是无法正常使用的，直至天亮，他们才终于找到向阳的身影。只是当他们找到后，向阳已晋升至鬼尊修为，站在一座企业人大陆边缘处，处于已启动状态。这座企业人大陆便是他们新发现的5座企业人大陆之一。所有人默默注视的这一切，目送着向阳的赴死。事情的发展和他们计划有些差错，他们能做的便是尽可能的发射通天柱，好让向阳这次启动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事实上，向阳做到了。一个吸收了天眼轨道炮和大量战略级通天柱的鬼尊肉虫鬼，在大陆上空自我启动后，几乎瞬间击沉了大半个大陆。这个3级大陆却被一个鬼尊肉虫鬼近乎单人灭掉。身后大批梵域成员正在微调着那批通天柱的落点方向，使其轰向剩余大陆板块位置。狱主向阳留下了一封信，伴随着天眼之屏上的画面渐渐放大，一个飘荡在海面上的木板，有一封孤零零被海水染湿的书信正摆在那里。信封表面无字，他又望向这座大陆的画面。这座3级大陆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近乎覆灭，没有净空，向阳又无视火力袭击，根本无法阻止向阳进入大陆深处。一座企业人大陆就这样正式覆灭，让后勤阁以最快速度前往这座大陆，将能带回来的资源全都带回来，以及这封信也带回来。他们看见了向阳的唇语，知道了肉虫鬼和守夜人一样不能复活，但具体能不能复活，得等95回来了，让95亲自试一试。陈凡面色沉默地望向这座残破的大陆。从战略角度考虑，新发现的5座企业人大陆瞬间覆灭一座，梵域压力骤降。但向阳谢了，他没想过向阳和荒会产生感情，这完全在他计划之外，甚至完全和计划偏移。他不是神仙，他做不到谋无一策。他知道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变数，比如那突然出现的5座企业人大陆，只是他会在脑海里推演很多遍来应对这些变数。而向阳这个变数，他从未预料过，这不是他的计划，但对梵域来讲却是最好的结果。本次战役，梵域阵亡的第一个成员出现了，95个2级成员向阳近乎以一人之力灭一座3级大陆，这份功劳比天大。陈凡独自一人走出参谋阁，来到江北防线上，站在城墙上远眺海边，神情恍惚地沉默着。荒族一战大胜，得益于陈九天所发的内敛阵法，在荒族对空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以超远距离打击加天眼之眼的信息碾压，一举拿下，掠夺了对方443天在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这么多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可不好弄，如果是短兵交接，可能他也会头疼。这座企业人大陆覆灭，也给他带来了178天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如今梵域共计拥有了621天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这是他接下来的底气，至少让他能踹喘一口气，没有那么难了。许久之后，他摇了摇头，将脑海里的情绪甩了出去。危机尚未度过，他需要冷静下来，尽可能的去处理好之后的战役。转身走下城墙，重新回到参谋阁，望向守在这里的瘸猴，让95回来吧。我们如今已经有足够多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了，不差他的那么几天了。明白。战争泥潭，95正站在护翼大陆边缘，有些不安地望向四周。他已经1天没睡觉了，不敢睡。战争泥潭的危险比他想象的要更复杂，不仅仅是其他大陆的敌对。就在这时，他怀里的传音符收到了来自梵域的传音，狱主有令，已掠夺621天战争泥潭生存时间，95阁主可以回家了。真的？95先是一喜，随后顿时咧嘴笑了起来，偏头望向自己的军师，你看，我就说梵域没问题吧，走，回家了。当即操控护翼大陆朝一旁的风暴区驶去。他本就在战争泥潭边缘，想要退出战争泥潭，就是一会儿的功夫。然而他脑海里隐隐接收到了一则信息，第一次进入战争泥潭，需方生存30日才可退出。95面色瞬间难看起来，回不去了。30日，他才在战争泥潭待了1日，还有29日，接下来的29天可够难熬的。95先是给梵域那边传信说自己29日后才能回去，随后才又坐在地面上长叹一口气，望向军师，还得再坚持29天。你觉得我们撑得住吗？可以。军师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可以撑得住，但梵域可能撑不住了，有更多势力朝梵域袭击而去。而另外一边，清理企业人大陆这个工作原本是个极其复杂的事情，需要派出大量非洲，但有了扣扣后，只需10几艘非洲带着后勤阁成员负责协同就可以了。时间过得很快，当天色渐渐暗下来时，这批后勤阁成员已将这座企业人大陆上能带回来的资源全部带回来。江北防线上，陈凡拄着手杖望向远处渐渐暗下来的海面，身后王奎将一封被海水打湿的书信递了上来。狱主，这是向阳留下的那封信，我是七皇，也叫向阳，荒叫我七皇，95叫我向阳，我是一个肉虫鬼，鬼物中最卑贱的那种。当我觉醒灵智时，正逢雨季，风大雨大，我和其他肉虫鬼被风所裹挟着冲向一个个山体，我看见无数同伴爆炸开口的场景，绿色的粘液洒落一点，他们好像没有智慧，在没有山体的时候
一直笑哈哈。在即将撞向山体后，又满眼恐惧。他们害怕，我也害怕。我一开始尝试躲在同伴身后，来让自己活下去。后来我发现可以控制身子变成内凹扁平状，迎风飞了起来。我找到了活下去的办法。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真厉害。那是一座无主大陆。现在想想，那段日子虽然害怕，但好像也是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自由时光。后来有一个强大的鬼物带着手下登上这座大陆，收服了这座大陆上的所有鬼物，连同我们肉虫鬼。我们踏上了征战之路。还记得第一次冲锋的时候，那座城墙上的无数炮塔轰鸣，我身边的冲锋鬼物一个接一个死去。那个强大的鬼物命令我们继续冲锋，身边的鬼物也没有灵智，只是跟着冲锋。我跑了，我害怕。后来不知过了多久，战争结束了，那个强大鬼物也死了。我漂浮在海面上，不知何去何从。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起自己存在的意义。直至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强大的鬼物遇见了我，顺手就将我收入他的鬼巢中。这个鬼物要更强大，是个鬼圣修为。我那个时候从没听过这个境界，只知道比我要高很多很多。他说他是我的王，带着我在战争泥潭里征战，没多久便被打落至2级种族，侥幸逃离战争泥潭，带着剩余手下来到附近一片海域，占领了一座大陆，名为独眼大陆，说迟早有一日要重新杀回战争泥潭。我征战极多，却一路逃窜，吸收了不少肉虫鬼死后的鬼气，修为也在不自觉越来越高。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是来到独眼大陆后，王满眼开心地望向我说，鬼王级别的肉虫鬼真的很少见，以后你一定要能一锤定音。后来王开始生产大量的肉虫鬼，让这些肉虫鬼死在我身旁，让我吸收他们的鬼气。我不太想看见这一幕，但我无法拒绝。再后来，我变成了大鬼级别的肉虫鬼，又变成了鬼皇级别的肉虫鬼。王更开心了，封我为七皇，说我未来启动的那一天一定会震撼整个天地。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长至我已没了时间概念。直至我遇到了老大95，并且在无意之中发现95竟然是黑暗圣体。我去过战争泥潭，我自然知道黑暗圣体代表着什么。那意味着只要95愿意，有很大的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王，整个世界的王。那是我有生以来情绪最激动的一天。我疯狂地向老大诉说着黑暗圣体的厉害之处，希望老大可以不回凡域，带着我一起走上巅峰。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走上巅峰，只是以前的王老想走上巅峰，就下意识地将其当成了自己的目标。我只记得那天，我跪在地下，撕心裂肺地哭嚎着求老大离开凡域，自立门户。老大面色很平静，只是伸出手望向我说，向阳，站起来，跟我回家。向阳是跟着老大后取的名字，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名字，也没想过自己可以拥有名字。回家，那是我第2次感受到不一样的感情，我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第一次是当时95说我一个肉虫鬼一看就没什么战斗力，让我站至他身后。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待了多少年，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一样的感情。我当时暗暗在心里发誓，如果老大以后遇到危机，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命来回报这份恩情。此后我的运气好像变得越来越好了，在护翼大陆上过了2年安稳日子，每天早上起来和老大一起跑步，屁股后面还跟着憨憨的虚幻玄武。一开始我老被追上暴揍一顿，后来我跑得越来越快了，那虚幻玄武就再也追不上我了。凡域给我们制造了特大号的沙滩椅和特大号的凡域日报，每天下午我和老大就躺在沙滩椅上看日报。老大最喜欢的事就是欣赏自己在史书上留下的名字，明明只提了几句，但老大却反复一直看，像是看不腻一样。我记得当时我撇了撇嘴说，不就是一个名字有什么好看的？老大很认真地将凡域史书合拢，说这可是凡域史书，不是什么人都能在这上面留下名字的。我有些不服气的硬着头皮的说了句我也能。老大好像不信，笑得很开心，还摸了摸我的头，说了句做梦呢。那段日子真的很值得怀念，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2年。再后来，我奉95命前往荒族做内应，在离去前，我多次想说我是肉虫鬼，和守夜人一样无法复活。但在我问过95是不是真的不想让凡域灭亡并得到肯定答案后，我没有说出这句话，只是暗暗下定决心，如果凡域不敌，我会启动自己炸掉荒族。只是后面的事情和我想象的有些不一样。我遇见了荒，初见之时，我故意装作逃窜，企图降低对方的警惕心。当荒袭来的时候，原本眼里的敌意，在发现了我是鬼皇肉虫鬼后，突然变得柔和了许多。那一夜，荒拉着我喝了很多酒，说肉虫鬼想要修到鬼皇，难上加难，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世界的王，要让自己以后不再受人欺负。我跟荒说我叫七皇，或许是喝醉了，荒醉醺醺的跟我说，肉虫鬼不该被风裹挟，要有自己的路。直到后来，荒是先是对抗凡域，后跌落境界，带着我打了就仇，又迎战天道鬼，在濒临重伤的情况下，被迫迎战5个鬼皇，还做到了同归于尽。但我没说，那些人还在说，这个荆棘鬼竟然修到了鬼尊。我很想反驳，荒以前是鬼圣，只是种族跌落才变成了鬼尊，我还是没说。我又听见了他们说将荒做成标本，并等去了天外天建立企业人国度后，摆放在某处供人欣赏。我沉默了许久，留下了一封书信。我想是时候了，荒不应该被做成标本。95曾经跟我说，人的死亡就像是一个句号，而句号只能出现在合适的位置才是一个完美的句号。今天或许就是个完美的时候吧。我走了，这次我没有被风裹挟，这次是我自己要走的路，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如果这封书信能到凡域手里，请告诉95，他永远是我的老大。如果我的死能有功劳的话，希望将我的功劳给95。如果能够资格登在凡域史书的话，不用写我的名字，就写95手下就行。老大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凡域史书上，有人叫我七皇，也有人叫我向阳。我是七皇，也叫向阳，但我成不了王，也向不了阳。我只是个如野草般泛滥的肉虫鬼。陈凡看完手中的这封信，久久不语。
许久后才将这封信放入怀中。片刻后，陈凡来到参谋阁内，万岁正站在参谋阁前，指着天眼大屏上的几座正在不断推进的大陆制定计划。得益于陈九天的内敛阵法，我们兵不血刃地击沉了荒族大陆。樊玉95个2级成员向阳的自我启动，助力樊玉再次击沉了一座后来的企业人大陆。如今我们的敌人还有5座企业人大陆，其中1座是最开始的那座，剩余4座是后来的，以及最开始的那座企业人大陆已经在原地停留1-2日了，不确定是否发生了什么事儿，又或是知晓了什么。其他4座企业人大陆依旧在不断逼近，最近的1座还有4日抵达，最晚的1座还有5日抵达。等等，万岁突然面色微变，这4座企业人大陆也纷纷停了下来，而且近乎是在同一时间，近乎一瞬间，参谋阁内的所有人面色都变得难看了起来。这意味着这几座大陆有很大的可能彼此建立了联系，而且有很大的可能知道了已经有1座企业人大陆被樊玉击沉，有不小的概率会联手，这对他们来讲绝对是个噩耗，逐个击破打时间差，从而以战养战会让他们有喘息之机。但要是4座企业人大陆乃至5座企业人大陆一同联手发起总攻，那对于樊玉来讲绝对是灭顶之灾，至少绝对不算是好消息。玉主，万岁声音有些沙哑，怎么办？陈凡偏头望向万岁，不急，他摇了摇头，别忘了，刚才我们掠夺了621天在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将近2年，有很多建筑都可以升级了，他们想停一停就让他们停一停，刚好我们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这次的收获，等消化了这笔生存时间，到时候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无名山镇阁的核心建筑镇殿，目前等级是20级，一座建筑从20级升至21级，需在战争泥潭里存活1日，听起来很少，但要想从21级升至27级，需要500日，想要升至28级，需要1000日，而樊玉现在拥有621日的生存时间，也就是说，樊玉现在的最高建筑可升到27级，上限瞬间提升了7级。这2场战役带给樊玉最大的收获便是如此，所以他现在巴不得对面停留在原地多思考思考，给他一点时间，只要让他将这些底蕴都消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天平就慢慢的朝他们这边偏移了。没有过多犹豫，他一口气将镇殿升至27级，在深思熟虑后，在选项中选择了价值最高的阵法地龙阵。地龙阵，红色大陆级阵法，可一定程度提高大陆坚硬度。虽然他也不清楚大陆足够坚硬到底有什么用，但其他几个阵法对他的作用又没那么大，就选这个了。而且其实也有用，但进良绝的时候撞上去。将镇殿升级完后，他又走向江北防线，打造了一座27级的天眼轨道炮。想要拦截天眼轨道炮，只能用天眼轨道炮去拦截。如果敌方大陆的天眼轨道炮等级不如他，就很难做到拦截了。这种红色大陆战略级的城防建筑，一旦命中地方大陆，基本上就意味着胜利的天平在向他们倾斜了。在将其余建筑升级到27级后，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轻松了一口气，这回终于不用担心敌人的天眼轨道炮袭来。就在这时，王奎突然登上城墙，大步走来。玉主，这是我在清点除鬼石之外的收获时找到的3个黑暗科技原点。陈凡接过王奎递来的3个银色小球，他原本就还剩7个，加上这3个，刚好可以点亮下一个黑暗科技。王奎在将黑暗科技原点递给陈凡后，才继续汇报道：扣扣将部分异宝都送至了仓库，其中建筑蓝图我都挑选了出来，还有更多的在那座大陆废墟上，魏魏亲自去寻宝了。走！陈凡当即转身朝无名山仓库走去，这是他专门嘱咐的，他需要几座3级大陆独有的特殊建筑。当大陆晋升至3级后，击杀鬼物就有可能掉落以前无法获得的建筑，他现在基本上没有一个3级大陆才能有的专属建筑，得补上。他又看了眼灵魂深处的天眼大屏，那几座大陆都停在原地，依旧一动不动，像是在商量对策。对，就是这样，战役不是玩笑，不能着急，慢慢商量，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也商量商量，然后到时候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商量，都好商量。另外一边，齐越正站在战阁的牌位前，望向最前方的周末牌位，默默地上了3炷香。周末离开后，他担任战阁新一任阁主已经1年多了。他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如今也慢慢习惯了不少。他本以为战阁成员会有些排斥他，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战阁内部近乎没有任何内斗。他后来才知晓，他们爱戴周末，但爱戴周末的方式并不是排斥新阁主，只有帮周末做好战阁的本分，才是不负周末的牺牲。有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战阁成员很懂事，懂事的令他有些无措。如今大战也没有他们战阁什么事儿，近乎所有部门都在忙得鸡飞狗跳的时候，他们部门依旧如往常一样维持樊玉内部秩序。按照计划，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在战败大撤退的时候，和护阁一起负责百姓迁移。这件事让战阁内不少成员隐隐不满，他们也想出力，他们也想为了樊玉大战出力，而不是仅仅只能在大撤退的时候出力。但战争极其残酷，尤其是3级大陆之间的战争，战略通天柱乃常规手段，天眼轨道炮一发更是可以摧毁一座布防较差的大陆。这种手段之下，人命不如野草值钱，至少野草可以打造鬼火，人命就只能浪费粮食。他们就算想出力，也没有任何有他们能出力的地方。周末，齐越站在周末的牌位前，望向那张熟悉且陌生的遗像，呢喃着：“我终于明白你当日的心情了。”他本以为自己看淡了所有，也接纳公羊月的心意，但在战阁阁主之位做了1年后，他又想起了自己之前江北老魔的称号。很久以前的他，肆意江湖，放荡不羁，可不是如今的样子。他低头望向漂浮在自己身前的那柄袖珍清风，清风微微作响，好像也在向主人诉苦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出鞘了一样。樊玉第一个晋升至20级武者的，并不是周末，是他齐越。他也是樊玉第一个不靠任何外力实成淬体的武王。只是后来他看淡了这些，突破的时候并未对外告知。他看见周末几乎拼命般的修炼，他知道周末想要
这个梵域第一个晋升至20级武者的称号。哪怕周末知道，他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多一个20级的武者对梵域来讲近乎没有任何影响，但周末还是这样做了，只因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后来他还是战阁副阁主的时候，他看见周末有一次兴冲冲的破荒天的给自己浑身收拾了一下，说狱主叫他喝酒。回来后，周末有些醉了，只是一直嘴里还时不时嘟囔着自己是梵域第一个晋升至20级的武者，这对于周末来讲是最值得炫耀的筹码。而这个筹码在梵域近乎一文不值，甚至远远不如近些日子崛起的陈九天所研发的内敛阵法对梵域贡献大。而现在在梵域突破3级大陆，解除了20级封锁后，他已是21级武者，突破2级，他感觉自己实力有了一个质的变化。虽然在战役中依旧无法决定任何事情，修行者的力量在战役中显得太过渺小了。夫君，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公羊月的声音。只见公羊月小心翼翼地站在战阁大堂门口，将脑袋抬了出来，手里还拎着一个散发着热气的木质饭盒，声音极低道：“我今天做了一道新菜，你尝尝。”齐月转身望去，走至公羊月面前笑了起来，轻抚其脑袋，感受着青丝从自己指缝间擦过。他与公羊月已成婚，没婚礼，没见证人，没通告天下，他的江北老魔名声已经很久无人提起了。现在除了偶尔有些小辈会指着梵域史书好奇问一句这个江北老魔是何人之外，再没人提他。而公羊月这个曾经公羊一族的唯一继承人，这个在江南曾经辉煌过一阵的家族，也彻底并入梵域。他们曾经都辉煌过，曾经他们之间的事情也牵动着江北江南各方势力的神经，但如今他们已经都无人过问了。时间在进步，他们是时代的旧人，时代的新人是万岁，是陈九天，是天策。他已经很久没出过剑了，不知多久，只知过了很久。而公羊月也比以前安静了许多，只是安安静静的陪着他，每天尝试着做些新菜，说这样就感觉很幸福。偶尔他们也会和大鱼公羊一月聚一聚，老友相聚也能多些开心。只是大鱼和公羊一月的年龄也快走了，当这两人走后，他们的朋友也又少了2个。最近梵域正值大战，你是不是很忙？公羊月有些依赖地揪着齐月的衣角，小心翼翼地询问道。齐月看见了公羊月眼里的担心，有些无奈地轻笑着：“放心好了，我不会出事的。战阁不上一线战场，我们就算想上，也没机会上。”公羊月松了一口气，但还是有些不放心的小声道：“还是要多加小心。周末阁主是梵域唯一一个战死的阁主，我不想你。”不会的，齐月再次摇了摇头。上次是因为内部有企业人，那次之后梵域内部已经大清点过了，绝对确保内部完全不会有任何企业人了。我死不了的，那就好。公羊月脸上重新浮现起了一笑容，左右看了眼，见四下无人后，才踮起脚尖，猝不及防地亲在齐月脸颊上，随后才像是逃窜般的朝远处小跑而去。声音从远处飘来：“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家等你。这次饭盒记得带回来，那是我昨天去樊城集市上新买的，挑了好久呢。”齐月默默望向公羊月离开的背影，良久后才夹起筷子送入嘴里，好吃，眼里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柔情。现在这样也挺好的。悬浮在身旁的清风也停止了嗡嗡作响，如枯树般一动不动。只是如果梵域一旦战败，就要去天外天了，还能有现在这番生活吗？而这次的危机已经远超所有人的预料。平日还喜欢在搬张摇椅坐在1号洞穴城墙前喝茶的狱主，这些日子近乎是每日每夜的都泡在参谋阁内。狱主脸上倒是没有多少负面情绪，感觉像是毫无压力一样，但心里有没有，就只有狱主知道了。在他身后战阁大堂内部，则是贴着一副对联：“纵然浮游入海，我依然血焚天。”这曾经是永夜殿西部行动组的口号，在战阁成立后，周末就将其继承了过来，当做战阁的口号。你最近看日报了吗？樊城一座院落内，顽童模样的公羊一月正坐在井边，望向手里的报纸。鬼皇手下向阳，一个鬼皇修为的肉虫鬼，于昨日晋升至鬼尊，在一座企业人大陆上空自我启动，近乎以一己之力摧毁了一座梵域大陆。梵域日报大篇幅地记载了这件事，甚至就连梵域史书上也是第一次有如此多的笔墨来记载这件事。我念给你听这段史书的标题。公羊一月没等大鱼回话，便自顾自道：“向阳初，蜀95，麾下悍将，立百战，破命阁，退反鬼尊，成就恩，斩救我，血路铺天，向阳诀，燃命火，一瞬皆无。”随后停顿了一下后，才有些神情恍惚地呢喃着。很少见梵域在史书上用如此大篇幅去描述一个人，不，一个鬼。他比任何人更能懂向阳，只因他是守夜人，他清楚地知道启动便是他们守夜人的唯一价值体现。若是任凭自己老死，相当于他们一辈子没有实现任何价值，像是烂在仓库里的苹果般一文不值。而他也比任何人都要羡慕向阳。向阳的自爆可毁一座3级大陆，而如今他的自爆近乎无用，更不可能影响到本次战役。大鱼正坐在井边一旁修剪刚买回来的一捧花，像是没听见这话般，全程头也没抬。只是不知过了许久后，他还是抬起头，刚好迎上了公羊一月的视线。我们也去吧。公羊一月缓缓开口道：“我们的寿命已经没有几年了，如今的我们还可以自理，但等我们3岁、2岁的时候呢？你希望梵域派人过来照顾我们吗？像照顾小孩那样，不如趁我们还能动的时候，也去轰轰烈烈干一票如何？”大鱼沉默了许久后，才摇了摇头：“别去添乱了。轰轰烈烈干一票所需要的并不只是决心，还有能力。”言罢，公羊一月也没再讲话，只是有些恍惚地望向井底水波。
是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轰轰烈烈的资格。别说他现在寿命已经没有几年了，哪怕他是全盛时期，也没有这个能力。除非经过永夜殿的改造，但改造过后的威力依旧远远无法应对樊玉本次战役。他曾经是公羊一族的大长老，曾经是公羊一族对外的最大的威慑，但如今他只是一个守在这间院落的一个顽童。时代没有忘记他们，但时代抛弃了他们。那座被樊玉所击沉的企业人大陆，大批后勤阁成员正在其中奔波，大部分收获比如鬼石等都已经带了回去，但其余收获还在开采过程中。魏魏正带着扣扣不断奔跑着，他的寻宝能力能让他第一时间找到哪里有密室，跑过去后当场便是一巴掌，连陨落天穹他都能一巴掌拍碎，没有什么结界阵法类的能挡住他，这种密室更别提了。然后找出来的东西扣扣再全部吞下，再去下一个地方。兄妹配合的极其默契。魏魏如今已然成年，是成年吞天鳄，但扣扣却是一个幼崽吞天鳄，按理来讲跟不上哥哥的步伐，但扣扣上次历练过后耐力大增。不过魏魏依旧将扣扣背在身上。他进化完毕出关后，得知被他忘记的扣扣被一个人丢在了独眼大陆，并在没有任何后勤补给的情况下横跨了整座大陆。强烈的愧疚让他对这个妹妹更加心疼。虽然因祸得福，扣扣进化出了特殊的能力，但万一有个意外，万一扣扣没坚持住，万一当时恰好有鬼巢登陆，那他一辈子都会陷入愧疚中。魏魏的身躯极大，还是幼崽的扣扣趴在哥哥背上，倒也不违和，反而显得格外融洽，时不时翻个身子，看起来颇为享受。吼吼！正在奔跑的魏魏突然低吼了几声，低声嘟囔着：“话说母亲那个妹妹是不是在肚子里待太久了？怎么这么久都没生出？当初生扣扣的时候也没用这么久啊！不能是知道樊玉大战开了，故意避战的吧？”无名山后山，一座异兽培养屋，大鳄和小鳄正彼此缠绕着沉睡在一起，时不时泛起打鼾声。屋外，那先生只是静静地望向这一幕，嘴角带着笑容，没有讲话。虽然已经过去数年了，但他还是清楚地记着当日被囚禁的时候，大鳄和小鳄每日故意耍宝帮他驱散无聊。虽然他并不觉得无聊，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当然，他也怀疑这两家伙并没有故意耍宝，而是本性就是如此。他能做到的，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送最后一场造化了。樊玉的诸多事务，不是陈凡一个人能处理过来的，整个樊玉都近乎被彻底调动起来了。每个人都在自己岗位上做着自己的事情。时间来到第二日，陈凡坐在洞穴自己石屋内的书桌前，望向摆在桌子上的几个异宝和建筑蓝图。这是他昨夜从仓库里挑选出来，异宝暂时不清楚，但这建筑蓝图却全是3级大陆独有的，实践出真知。光看建筑蓝图也看不出什么太多信息来，尤其是看不见满级效果。陈凡将书桌上的建筑蓝图全都捏碎后，才走出洞穴，来到无名山后方，微微挥手，无数白色线条开始凭空浮现，并开始快速凝实后，他一口气将它升至20级。建筑名称：绝路基。建筑品级：紫色。建筑等级：20级。建筑效果：能提炼一座大陆的核心本源，并凝聚成本源，埋在任意一座大陆上，可有效增强该大陆硬度。10级满级效果：采地，加强提炼速度。20级满级效果：采地星号2。加强提炼速度。陈凡站在原地，望向眼前这个占地面积较大的建筑，属于发育类型的建筑。多座绝路机同时运转的情况下，可快速提炼一座大陆的本源，并用于永夜大陆，属于3级大陆独有的建筑。但他从未通过天眼之眼观察到这几座企业人大陆哪座大陆上有这种建筑。下一个建筑也是一个发育类建筑。正当他准备查看时，耳边突然响起万岁急促的声音：“狱主，有突发情况。”参谋阁内，陈凡赶到这里。此时参谋阁里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望向天眼大屏，可以清晰地看见这5座企业人大陆正在忙活着。这些大陆显然已经商量好了，开始将自己储备的通天柱一个个搬出来，然后发起总攻。陈凡快速扫视着一座座大陆搬出来的通天柱储备，同时心里快速计算着永夜大陆所储备的鬼石和通天柱。不出意外的话，第一波打击应该是远程打击，而且是5座3级大陆联手的远程打击。拦截考验的就是资源储备，只要资源足够，怎么都能拦下来。诸位，最开始抵达这片海域的那个企业人大陆为首的老者正站在地下会议室的大屏上，望向屏幕上其他几座大陆的负责人，沉声沙哑道：“我最后复述一遍会议概要。首先，和我们向天大陆同一时间来到这片海域的还有一座3级鬼族大陆，但是这座大陆已经毫无迹象，我有理由怀疑大概率遭遇了不测。而和你们一起来这片海域的那座企业人大陆，因暂时尚不清楚的原因，在极短时间内覆灭。这2座大陆大概率栽在了樊玉手里。为了保险起见，我们5座大陆决定一同发起总攻，大家同为企业人所主导的势力。我相信，无论大家有什么摩擦，旧日有什么恩怨，甚至在作战计划上有些许分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大家的目标都是占领天潜大陆，前往天外天。樊玉的实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强，而且已晋升至3级大陆，同时也从这2座大陆上掠夺到了足够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我们已经不能将其当作是弱小的敌人了，必须全力以赴，不容失败，而且要快，不能给樊玉足够的沉淀时间，也不能再拖下去，否则可能会有其他势力也来到这片海域。现在，所有负责人将自家压箱底的战略级通天柱都掏出来，1个时辰后对樊玉进行全方位覆盖性打击，直至樊玉覆灭、投降
或是将战略级通天柱打光为止。画面上，其他4座企业人大陆负责人面色肃穆地点了点头，并未多说。虽然同为守夜人，但向天大陆的负责人体内黑暗要更纯粹一点。此时这个临时凑在一起的联盟，也有点隐隐以其为首的意思。只是这4个人当中，有一个中年男人眼里并没有太多波澜，显得较为平淡，像是不怎么在意这场联盟有没有都随意的样子。他们5座大陆的实力都差不多，至少表面上差不多，但大家都知道，联盟肯定得有个领头的，否则根本无法发挥出联盟的力量。但他们几个又谁都不服谁，毕竟大陆实力都一样，最后就选了向天大陆的负责人。至少这个老家伙体内的黑暗浓度确实要更纯粹一点。当然，这不意味着企业人国度的王就这样定了。等打成樊玉后，再各凭本事。在会议正式结束后，老者身后的心腹才上前一步，低声汇报道：“圣上，我们所储备的战略级通天柱，其中70%已经悉数搬了出来，正在做最后发射准备工作。”老者缓缓点了点头。虽然会议室上说所有大陆都要将自己的压箱底搬出来，但他们都清楚，打完樊玉后，他们大概率还得打一场。现在不留点家底，下一站怎么打？另外几座大陆，他相信肯定也留了。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再告诉我。老者望向屏幕上的画面，缓缓道，声音极其平淡，但拄着拐杖的双手却因过于用力而泛白。或许是胜利就在眼前了，又或许是多年以来的夙愿即将达成。他总感觉有些不现实感。他现在最希望的是樊玉能做出一点反抗，这样可以增强他的真实感。只是他眼皮微垂，无声笑了起来。他不知道樊玉该怎么赢。樊玉，参谋阁内，天眼大屏上，狱主万岁深吸了一口气，才望向天眼大屏上的一幕幕沙哑道：目前来看，最多1个时辰后，这5座大陆就会对我们大陆进行大规模轰炸。届时，我们肯定无法做到全部拦截。我们储备的战略级通天柱只有200余根，所储备的都是普通通天柱。储备战略级通天柱需要消耗大量鬼石，就算利用城墙净空，任凭对方轰击城墙，但对方的轰炸若太过密集，摧毁速度大于修复速度，一旦一段城墙被轰碎，净空效果就会彻底失效。到时候敌方的火力袭击全会进入永业大陆内部，那对樊玉的防空体系是一个极大程度的考验。不管我们能不能抗住，都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我们先考验他们。我建议立刻对最先抵达这片海域的那座企业人大陆发动大规模轰炸，先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不，陈凡摇了摇头，轻吐出了一个字：狱主。万岁有些着急的急促道：这个时候不能再等了，对方明显不打算给我们发育的时间，我们如果不先下手为强的话，会很被动。这个时候，陈凡抬手指住了万岁接下来要说的话：先轰炸一座大陆没有任何意义，通知导弹储备基地点亮鬼火，樊玉所储备的18万根通天柱全部进入待发射状态，百息后对5座大陆展开全方面覆盖性轰炸打击，直至敌方灭亡或大陆耗尽为止。万岁先是下意识地将命令传达下去，随后才沙哑道：狱主，同时对5座大陆展开覆盖性打击，我们的通天柱和鬼石会消耗得很快的，只要轰一座大陆就能先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呢？陈凡偏头望向万岁，对方措手不及了，然后你接下来要干什么？要万岁一时有些语噎，他没想那么多，他只是想着先打乱敌方的阵脚，阻止对方的这个计划。既然都开战了，就不留手了。无名山后山导弹储备基地的城墙上所部署的一座座27级天道炮开始不断咆哮，将一根普通通天柱改造成威力巨大的战略级通天柱。与此同时，阵阁成员早已等候在附近，快速给一根根战略级通天柱加持上内敛阵法，使其发射出去后看起来和普通通天柱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樊玉的通天柱还有一个大的杀手锏，天道赐福效果。一气化三清，这个效果他在对战荒族大陆和那座企业人大陆时并未展现出来，他不清楚其他大陆有没有这种具体的探测手段，藏拙一手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与此同时，在永业大陆其他角落所部署的通天柱也在快速充能并进入准备阶段，包括新大陆等大陆上所部署的通天柱，一声令下全都运转起来。百息后，无名山后方的导弹储备基地已经全部准备完成，15根战略级通天柱在震动中依次缓缓升空，并在空中朝海域深处击射而去。5座大陆和樊玉的距离不一样，想要确保同时引爆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差量。参谋阁内，无数人望向划过天眼大屏上的猩红光束，有些微微紧张地拽紧衣角。这可是1打5，同时和5座3级大陆开战，说不紧张那是假的。陈凡倒是没有过多关注天眼大屏，而是快速打造一座又一座和平雕塑。守在参谋阁的后勤阁成员则快速将一座座和平雕塑快速部署到樊玉各个角落。这是他获得的第3张建筑蓝图，也是3级大陆独有的。此前他在侦察向天大陆时看见过这个建筑，还询问了问天灵。此时他终于也拥有这个建筑了。这个建筑还是重要的，尤其是在防空体系中。终于，当3根樊玉发射的通天柱距离向天大陆只有1400公里时，这座大陆的哨塔终于发出警报，嘟嘟嘟，略微刺耳但并不密集的警告声响彻在地下会议室内。老者看了眼屏幕，3道猩红光束正朝向天大陆疾驰而来，屏幕上清清楚楚标注着这3道猩红光束的能量等级。1级通天柱，这樊玉倒是有些手段。老者若有所思道：樊玉能如此精准知道他大陆的坐标，想必肯定是有些独特的侦察手段。只是发射3根1级通天柱，所图为何，他就不清楚了。是试探，还是也不清楚具体坐标，或者是不确定能否精准命中。先做试点引爆，这个警报并没有让会议室的人有太多紧张情绪，毕竟只是普通通天柱，他们甚至都无需发射通天柱拦截，只需防空炮便可轻松拦截。和平雕塑，紫色建筑，需先点亮哨塔异化。
天眼轨道炮才能发挥效果。3级大陆方有机会获得该建筑蓝图并建造，会感应1000公里的袭来火力的强度，并将指令传给哨塔，再通过毛细血管阵启动其他建筑进行拦截，并且会根据火力来袭强度自动选择拦截手段。该建筑的主要功效为感应来袭火力强度和全自动拦截。可以说，这几个东西组合起来，便是3级大陆最强的防空体系。只要资源足够，敌方来袭火力几乎无法威胁本土。而在这3根战略级通天柱即将逼近向天大陆时，位于岸边城墙上的防空炮等建筑开始快速咆哮，一枚枚猩红炮弹如同成串弹珠般洒向空中的通天柱。只是正常来讲，在大量防空炮的密集炮弹拦截下，这3根1级通天柱应该很快会被在空中引爆。然而，这3根1级通天柱像是更加皮糙肉厚一样，完全无视了防空炮的拦截，径直逼入大陆中央。和平雕塑察觉到了情况不对，第一时间启动了通天柱，准备2次拦截，但已经晚了。以通天柱的速度，在1次拦截失败后，怎么可能有2次拦截的机会？通天柱的升空并且将速度拉到一定地步，这都是需要时间的。但不得不说，3级大陆的底蕴还是有的，而和平雕塑的反应速度也是足够快，哪怕时间仓促之下，也有5根战略级通天柱成功升空进行精准拦截，2根被成功拦截，在空中引爆，1根则是突破拦截。最终，在岸边城墙上的守卫视线下，那根通天柱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号称3级大陆最强的防空体系，并轻飘飘地落在了大陆内部。下一刻，在27级天道炮、通天柱2个满级效果、黑暗科技等手段的加持下，一处巨大的蘑菇云在大陆中央炸开，所爆发的巨大威力令地面都在震动，轰，近乎震耳欲聋。此时，所有人才反应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通天柱，而是战略级通天柱。参谋阁内，陈凡面色有些平静地望向天眼大屏上的5幅画面，这是天眼之眼传来的5座大陆同时被轰的画面，其中4座大陆都没有第一时间查看出他们通天柱的虚实，但其中1座企业人大陆，因这座大陆是唯一选择了吞天式魂阵的大陆，吞天式魂阵，红色大陆级阵法，可使范围内的所有建筑消耗降低5%。所以他将这座大陆临时命名为吞天大陆。这座大陆在通天柱进入探测范围后，防空炮甚至压根没启动，当即有数根战略级通天柱升空，进行了精准拦截。他现在有些摸不清这座大陆的底细。通过天眼之眼的侦查，这座大陆也有和平雕塑这个建筑，但没有毛细血管阵这个阵法。究竟是稳妥起见，采用通天柱拦截，还是可以看破他们繁育的内敛阵法？可惜万岁望向向天大陆上的画面有些惋惜道：可惜通天柱无法引爆通天柱，若是可以引爆，那连锁爆炸威力肯定巨大。不过成功也不错，摧毁了对方大量通天柱。正当他准备按计划对导弹储备基地下令2阶段轰炸计划时，陈凡突然出声打断，跳过2、3、4轰炸阶段，直接进入最终轰炸阶段，主要关注吞天大陆。我要知道这座大陆究竟是运气使然，还是真的有能变真伪的能力。倘若真有这个能力，那我们的轰炸就不能停下来，并且时刻观察这座大陆的传送阵、非洲等动向，确保这座大陆不能将这种手段传给其他大陆。他第一时间就敏锐察觉到，战争的转折点就在这个吞天大陆上。以繁育的通天柱储备虚虚实实的结合下，只要这几座大陆的鬼师储备不是很多，绝对能突破其防空体系。但一旦这5座大陆都有了辨别真伪的能力，那繁育也不用打了，可以直接准备跑路了。这个吞天大陆必须第一时间啃下。很快，第2批通天柱开始快速升空，这次不再是1座大陆各3根，而是1座大陆各100根，其中3根战略级通天柱，97根普通天柱。陈凡死死盯住屏幕，尤其关注吞天大陆。果不其然，吞天大陆的防空体系几乎极其轻巧地用防空炮拦截那些普通通天柱，并升空战略级通天柱拦截繁育发射的战略级通天柱，滴水不漏，甚至没有1根通天柱落入吞天大陆内部。吞天大陆真的有辨别真伪的能力。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亲自给导弹储备基地的组长下令，一字一句的轻声道：其他4座大陆依旧虚实结合，吞天大陆纯实，繁育最多有3000根战略通天柱的发射指标，2000根送给吞天大陆。又掏出传音石联系小邱，前往荒族大陆的战后清点工作要尽快，前线鬼师告急，尽快。虚实结合失败，那就是比拼底蕴，很简单的比大小。如果吞天大陆的战略通天柱的储备量大于6000根，那这场战争大概于就是繁育战败了。但倘若低了，那抱歉，虚实有虚实的打法，纯实有纯实的打法。轰向吞天大陆的战略级通天柱可不再藏拙，一气化3清全部启动，以及它的战略级通天柱威力要更大，它有多个手段加持，敌方想要拦截，必须升空更多的通天柱多次拦截。随后，陈凡此时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吞天大陆上，他看见那100根战略级通天柱成功抵达吞天大陆上空，并在敌方拦截力量已经升空的时候，才猝不及防的1分为3。这个时候想再拦截已经根本不可能来得及了。但他在天眼大屏上清清楚楚地看见一道极其炽热且夹着浓郁威势的光柱划过天空，那是天眼轨道炮，巨大的威力清空了所有通天柱，他的偷袭无果，并且还有近100根战略级通天柱升空，不为拦截，而是直奔繁育而来。挺好，陈凡笑了起来，有点无奈，又有点被气笑了。今日算是遇到对手了。通天柱一直是繁育的杀手锏，而今日的对手在繁育纯实战略通天柱的轰炸下，竟然还能腾得出手轰炸他的本土。做法其实没错，拦截总比打击消耗的通天柱要多，他被迫拦截消耗更多的通天柱，对吞天大陆的打击肯定也会更弱。这座大陆的负责人决策更果断，而这座大陆的实力明显也比其他大陆更强。该死，该死！向天大陆地底会议室内，
老者正面色难看且阴沉地望向屏幕上的画面。1400公里是他们大陆的哨塔的探测范围，而此时在这个区间内，上千道猩红光束近乎从各个角落轰来，笼罩了整座大陆。战争开始了，这是来自樊玉的反击。兔子临死前也会殊死一搏，他从未想过樊玉不会反击，只是他没想到樊玉的反击来得如此凶猛和诡异。检测能量强度为1级通天柱，检测能量强度为1级通天柱，清一色的1级通天柱。和平雕塑给出的信息全都如此，但此前的几发通天柱爆炸让他已经意识到和平雕塑的消息有误，或者更准确一点，樊玉拥有隐藏通天柱能量强度的手段。此时他根本分不清这些通天柱里哪些是战略通天柱，哪些是普通通天柱，而他能做的就是一根根战略级通天柱不断升空，开始无差别拦截。然而这些通天柱中几乎绝大多数都是普通通天柱，双方的消耗根本不对等。对于樊玉来讲，高等级通天柱储备起来要费点功夫，但这种1级通天柱只需1-2日功夫就能储备好。他近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屏幕右下方显示的向天大陆所储备战略通天柱的数量在快速减少，根本耗不起。向天大陆正在遭受樊玉的猛烈反击，请求支援，请求支援。角落里有心腹手持传音符快速联系其他几座大陆，然而一直迟迟没有回信。下一刻终于得到了一条回信，是有些手忙脚乱的高吼声，我们也在遭受樊玉的反击，准确的说是所有人。樊玉一次性向5座大陆都发起了反击，他知道我们所有大陆的具体坐标，而这一幕直观显示在樊玉参谋阁的天眼大屏上则更为直观，无数密集的猩红光束近乎接连不断的从永业大陆各个角落升起，轰向5座大陆，中间没有停歇。是第一波通天柱刚升空，第二波通天柱便已经同时升空。对于这场战役，以及对于那座能探测出樊玉通天柱真伪，甚至还有余力反击的大陆，陈凡给出了他的答案。梭哈，此时此刻，樊玉只有一个任务，将这些日子所储备的通天柱、鬼石等一切战略储备，通通全部都砸出去，就算战败，也不给敌人留一点可占领资源。陈凡站在天眼大屏前，面无表情地望向这一幕。那座向天大陆已经开始反方向逃窜了，不过此举没有任何意义，他甚至都没有去下令轰击这座大陆的玄天推进器，没有任何意义。他的通天柱射程170万公里，对方不可能逃出这个范围，无论逃还是不逃，都要面临来自樊玉的通天柱洗礼。片刻后，陈凡突然轻声道：“通过天眼之眼可以清楚看到，那座可以探测真伪的吞天大陆显得有些招架不住，正在从地底升起一座座战略通天柱储备基地，用于拦截。这让他心里略微松了一口气。这座大陆虽然实力要强于其他大陆，但只要有疲态，流露出那么一丝，哪怕一丝招架不住的姿态，也就意味着这座大陆并没有强到哪里去。至少对于樊玉不是降维打击那种，那就有赢的可能。”他看了眼右下角的樊玉通天柱储备数量和具体鬼石数量，正在快速消耗，如流水般。樊玉从来没有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消耗鬼石，而有了天眼大屏后，可以直观的看见这个数据，那种感觉令他有点心痛。这些家底他攒了好久啊，就这样全砸出去了。但心疼归心疼，手下不会停，战争打的就是资源战。狱主身旁瘸猴大步急促走来，前往荒族大陆的清收队已经归来了，带回大批鬼石，具体没点数。王奎正带人快速清点，并且直接拉到了导弹储备基地，准备随时投入使用。好，陈凡轻吐了一口气。还有，瘸猴继续快速汇报道：陨落天穹破碎，在永业大陆形成了大量鬼矿黑渊，但因为陨落天穹的破碎的时间太晚，哪怕护哥已经组织了足够多的人手去开采，收效也不算太好。如今第一批开采出来的鬼石已经在整合通过樊玉高铁运往无名山，具体数量在1492亿枚鬼石。陈凡再次点了点头，这都是樊玉的底蕴。这几座大陆什么情况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樊玉是真的掏出压箱底的东西来打这场战争了，这很有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战役。打输了归天，打赢了继续来吧。陈凡望向天眼大屏上的那近乎将整个屏幕都染红的猩红光束，低声呢喃着。此时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拿出家底和主力对着干的散户，那就看看谁子弹更多了。启动，启动！位于导弹储备基地的组长此时手里高举樊玉旗帜，嗓子沙哑的高吼着，每声令下都有数百根通天柱升入空中。这些年来，樊玉的通天柱几乎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今日底蕴全出，家底倾斜，只求一个世间太平，只求一个樊玉安康。他眼眶通红的望向那一根根升在空中的通天柱，他坐在这个位置上，他更清楚的知道，当这些通天柱耗尽，如果战争依旧没有胜利的话，那樊玉便会迎来绝境。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樊玉才刚晋升至3级大陆，甚至都没前往战争泥潭，不应该被一众3级大陆围攻。但这世上本没有太多公平可言。妈妈，妈妈，你看，那是通天柱。樊城一个小孩开心的揪着母亲的衣角，兴奋的望向升在空中的一根根通天柱，声音中满是激动，不断揪着母亲的衣角。这个女孩上次看见通天柱升空的时候，还是在数年前，这次又看见了，自然会激动。母亲有些敷衍的应和了一声，才将孩子抱在怀里，缩在院落角落里，抬头望向空中不断升起的大量通天柱，身子微微站立，眼里满是恐惧。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清楚的知道大量通天柱升空意味着什么，战争又来了。他更加清楚的知道，如果樊玉战败，他们所要面对的会是什么。樊城里的集市今日暂不营业，所有人都抬头望向空中的大量通天柱，沉默在原地。而这一幕不仅仅是樊玉可以看见，通天柱从永业大陆各个角落不断升起。通过这些日子的樊玉日报，所有人都清楚一场对樊玉来讲极其艰难的战役即将迎来。而大量通天柱升空的同时，也在告诉人们，这场战役开始了。位于岸边的一座鬼矿，大量男人正轮着由地精所制造的锄头快速
速挖矿，时不时有人抬头望向空中升起的通天柱，没有过度停留，只是更加卖力的挖矿。他们清楚，他们此时多挖一枚鬼石，前线就多一枚鬼石，战役的胜率就多1分，他们的妻儿就多了1分活下去的可能性。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梵域不能败，永夜大陆不能亡。他们不想死，逃不掉。圣上，我们逃不掉。向天大陆地下会议室内，一个心腹此时正撕心裂肺地高吼着：我们大陆的坐标已被梵域牢牢锁定，根本逃不掉。就在这时，轰！一根通天柱突破封锁，落在他们头顶陆地附近，而这根通天柱恰好是战略级通天柱。巨大的震动让会议室上空洒下大量灰尘。再准一点，这个会议室内所有人全军覆没。下一刻，老者手里的传音符响起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声音中显得有些平稳：别逃了，逃不掉了。所有人听令，现在即刻发射天眼通天柱，目标梵域，我们需要还击。梵域的反击已经持续了1炷香，并未见疲态。我们不清楚梵域的储备资源有多少，我们不能去赌梵域的资源和我们的资源谁更多。我们要反击，我先带头，希望诸位跟上。注意，不是发射1根，而是全部。我不清楚诸位储备了多少根天眼通天柱，又或是此时还有余力制造多少根，但这次我们需要掏点家底了。百息后，我希望看见有大量天眼通天柱升天。老者双手有些发颤地望向手里的传音符，他记得这个中年男人声音是其他4座企业人大陆负责人其中一个。在前不久的会议中，他对这个男人有印象，身上有股淡然的气质，或许是平稳的声音给了他一定的安抚作用。他此时也反应了过来，遭受梵域轰击的大陆又不是他1座，是5座。难道梵域的资源储备能比他们5座大陆加起来都多不成？传令！老者深吸了一口气，才沉声道：百息后启动天眼通天柱，暂且启动。编号4到10的天眼通天柱，他们大陆储备了不止7根，共13根，但这东西造价极贵，乃通天柱储备了天眼轨道炮的全力一击，是压箱底的东西。编号1到7的天眼通天柱，是他们大陆刚晋升3级大陆不久后储备的天眼通天柱，当时的天眼轨道炮还仅只是20级的，属于老存货了，去库存。百息后，在梵域参谋阁内的天眼大屏上，陈凡清晰地看见了这几座企业人大陆上一根根更加高大的通天柱。卸去伪装，进入发射姿态，通天柱标上还有偌大的天眼2字，虽然距离远超哨塔和和平雕塑的探测范围，他不知道这些通天柱的能量等级，但猜也能猜到，上大家伙了。陈凡望向屏幕上的这一幕，呢喃着：这种天眼通天柱绝对不可能在永夜大陆引爆，所带来的破坏性是灾难级别的。下一刻，一根根天眼通天柱升空，1个、2个、3个，陈凡挨个数着，共27根。天眼轨道炮轰一发的成本是1000亿枚鬼石，哪怕梵域在多种手段的减持下，也需要足需要135亿枚鬼石。也就是说，想要拦截这些天眼通天柱，梵域至少需要支出3645亿枚鬼石。陈凡望向天眼大屏右下角正不断由后勤阁和天仓阁成员输入数据，从而实时跳动的梵域鬼石储备1.2万亿枚鬼石，数量和之前没有变化，还有余力反击。陈凡轻声道：传令，让导弹储备基地准备，时机差不多了，可以投入天眼通天柱了，以及让王麻子那边再快一点。梵域的内敛阵法无法作用在天眼通天柱上，天眼通天柱所散发出的威势实在太强了。而在另外一处海域，王麻子正站在梅花岛边缘，心急如焚地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在开战前夕，陈凡亲自来这座岛屿装满了玄天推进器。是的，装满了，没有任何间隙，一座座玄天推进器几乎是一座挨着一座，所带来的效果便是这座岛屿的移动速度要比永夜大陆的移动速度更快。毕竟完全不讲任何性价比的情况下，速度总能更快。而梅花岛还有一个特殊效果，就是很难被探测到，只能在足够靠近的时候用肉眼看见。他所接到的任务是尽可能逼近向天大陆。岛屿上有通往梵域的传送阵，但没有任何城防建筑。至于逼近后要做什么，狱主没讲，只是让他尽可能逼近100公里内，且一旦被发现，立刻通过传送阵撤离。而与此同时，在这片海域的其他角落，除了崎岖岛，梵域另外3个岛屿也已在路上快速逼入战场中央区域，由商阁的人带队来了。27根天眼通天柱近乎同一时间抵达永夜大陆附近，部署在永夜防线上的天眼轨道炮早已蓄能完毕，此时正不转缓缓调转炮口。下一刻，轰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附近地面都在隐隐颤抖，一道道极其炽热却粗大的炽热光柱陡然升空，将27根天眼通天柱全部拦截在海域上空。27根天眼通天柱齐齐爆炸的场面，甚至让防线附近的梵域成员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股极其浓郁的热浪袭来，仿佛极近距离接触火灾一般。天比以往更加亮，所有防线附近的梵域成员都是面色难看地望向头顶的那一幕，他们不敢想这些天眼通天柱若是落到永夜大陆上，会造成多大的灾难。梵域正在迎战一场不能输的战役，他们输不起，也没有输的资本。于是梵域疯了，通天柱开始更加频繁且疯狂地发射，一道道通天柱升空的轰鸣音爆声在无名山上空近乎此起彼伏地不断响起。倘若无名山有沉睡的山神，此时也该被惊醒了。参谋阁内的陈凡望向天眼大屏上和平雕塑传来的能量等级，轻松了一口气。他看见能量等级最高的天眼通天柱是27级的，和他的天眼轨道炮等级一样，可以拦得下。而在向天大陆，这一幕就更直观了。位于地下会议室的老者望向屏幕，他看见了那批通天柱在未进入永夜大陆便全部引爆后，便清楚知道被拦截下来了27根，全部拦截。这意味着梵域至少部署了27座高等级的天眼轨道炮。见了鬼了，他们向天大陆都没部署这么多天眼轨道炮，一座天眼轨道炮的
的价格足足近200亿枚鬼石。这种红色战略大陆级建筑制造过程中，大量能量会消散在空中的。梵域一个刚晋升至3级大陆的势力，为何会储备如此之多的天眼轨道炮？难道天谴大陆这个地方真的有什么至宝？但很快他便没心思想这个问题了，只因屏幕上突然弹出一行刺眼的文字：警告，极高能量强度的火力即将袭来！警告，极高能量强度的火力即将袭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梵域也给他们丢了几枚，不多，3枚。唯一的好消息是，梵域的天眼通天柱无法被内敛阵法所遮掩，看得清清楚楚。当3根天眼通天柱抵达向天大陆上空，并成功突破防线进入中心时，部署在向天大陆城墙上的天眼轨道炮也齐齐调转炮口，准备开始拦截。只是下一刻，在一气化三清的天道赐福下，这3根天眼通天柱瞬间化作了9根。这个变化来得极其突然，但下一刻，只见向天大陆部署在城墙上被草垛所遮掩的11门天眼轨道炮齐齐发威，数道炽热光柱在和平雕塑的指引下猛然轰向天空。其中摆放在明面上的只有2门天眼轨道炮，剩下的9门天眼轨道炮都是藏匿在暗中。固然事发突然，但向天大陆还是悉数拦截了下来。如果将刚才那一幕回溯并高倍慢放的话，便可清晰看见梵域通天柱的裂变和向天大陆的11门天眼轨道炮出现近乎是发生在同一时间。这不是反应，而是预判。向天大陆地下会议室内，老者双手死死拽住手杖，青筋在泛白的指尖显得极其明显，眼里满是疯狂到极致的癫狂。他早就知道梵域拥有一种可以将通天柱1分为3的手段，他不知道这种手段是哪来的，是某个黑暗科技通天柱的一个天道赐福效果，又或是稀有岛屿带来的。但他可以确定的是，梵域有，既然有，他便不会真的以为梵域只发射了3根天眼通天柱。他赌不起这3根天眼通天柱是否会分裂。倘若真会分裂，那落在他们本土上，那将是一件灾难性的事情。于是他启动了所有天眼轨道炮，哪怕会因此消耗大批鬼石。如今看来，他赌对了。轰轰，大陆在微微颤抖，哪怕成功拦截，但当成功拦截时，已在大陆本土上空。如此近距离的大规模爆炸，让大陆整体都在颤抖。老者眼里闪过一丝后悔，望向屏幕右下角的鬼石数量。这场战役的惨烈程度和资源投入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如今所储备的资源和通天柱都在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消耗，尤其是刚才11门天眼轨道炮的齐齐发射，便消耗了他2421枚鬼石。如今整座大陆能动用的鬼石数量就只有819亿了，他还能再顶几轮？1轮还是2轮？梵域这种手段又能来几轮？哪怕如今向天大陆本土没出现特别的大的伤亡，但所有人都清楚，他们已经战败了。这场战争他们一开始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位置，他们是第一个抵达这片海域的势力。但现在战争是否结束，已经不由他们决定了。圣上，身后一个心腹声音微微发颤道：“我们所剩鬼石最多还够制造100根战略级通天柱，我们已经挡不住了。”老者望向屏幕上那再次从远处快速袭来的数百根猩红光束，惨笑了一声，事已成定局。他甚至都没见到永夜大陆长什么样子，甚至都没见过梵域的任何一个人。这场战争便结束了。他们储备的鬼石数量绝对不少，至少在3级大陆里，不说佼佼者，但也绝对算多的。只是一开始和梵域接触，为了摧毁永夜大陆的玄天推进器，他们消耗了大批鬼石。他本以为效果显著，现在看来，他突然想明白了，梵域压根就没想跑。梵域清楚的知道他大陆坐标，要是想跑早就跑了。所谓的逃跑举动，只是想消耗他的鬼石而已。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猎人，但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是猎物，只是慢慢的进入敌人的陷阱。如今弹尽粮绝，他想拼命，他想君子守国门，但他甚至都不知该如何拼命。在这种程度的战役下，哪怕企业人体内拥有浓郁的黑暗能量，可短暂爆发出强大的战力，也没有任何意义。数百根猩红光束如期而至，再次划过天空，来到向天大陆上空。咻，伴随着刺耳的音爆声不断响起，向天大陆所储备的最后天眼通天柱在将这批通天柱拦截后彻底耗尽，已经没机会了。鬼石耗尽，这些年储备的通天柱耗尽，如今他们最后的希望便是战略储备仓库里所剩的那5根天眼通天柱。只是所有人更清楚，这5根天眼通天柱无法改变战局。下一刻，屏幕上再次浮现出数百道猩红光束，那是梵域的通天柱再次袭来。和上一波通天柱间隔了不到10息，梵域甚至不愿意给他们一口喘气的机会。通天柱如狂风暴雨般不断砸来，他们不知道这里面有几根战略通天柱，有多少又是普通通天柱，但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没有通天柱和鬼石去拦截了。错了，一开始就错了。老者身子有些趔趄，双手紧紧拄着手杖，让自己强撑着不至于倒地，望向屏幕上数百道快速袭来的猩红光束，眼里满是绝望和不甘的喃喃着：他们一开始应该速战速决，那样说不定梵域刚晋升3级大陆，还没有如今实力，更没有掠夺到在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而且不应该消耗大量鬼石去摧毁梵域的玄天推进器。他们上当了，但这世间没有后悔药，他已经活了很久，久到他开始畏惧死亡，极度畏惧死亡。听令！他眼睛布满血丝，盯着屏幕上那一道道猩红光束，近乎用一种癫狂的语气，咬牙切齿的一字一句道：启动剩余所有天眼通天柱，其中4根打击目标为另外4座企业人大陆，最后1根打击目标齐田战争泥潭核心处。他可以死，但他不能一个人死，他要人给他陪葬。他本来是暗中离开战争泥潭，打算不惊动任何人占领永夜大陆的，但事已至此，他不介意让更多人的视线聚集在这里，只要看过来的人足够多，他会在地狱看见梵域的，他们会相见的。而那4座企业人大陆他都输了，他更不希望看见其他企业人大陆捡他的果子，以向天大陆覆灭为代价消耗了梵域大量鬼石，从而取得胜利。他要所有人都输。下一刻，向天大陆剩余的最后5根天眼通天柱从大陆各个角
角落开始升空，并不断加速，和樊玉轰来的数百根通天柱近乎擦肩而过，朝不同方向轰去。老者通过吊篮来到地面，他看见了满地疮痍，原本的城池已沦为废墟。上一轮通天柱，他们并没有完全挡下来。他站在原地，望向已经抵达大陆上空的通天柱，开始分裂出更多，从九霄之上砸下来，踉踉跄跄的将手中手杖用力甩在一旁，张开双臂，眼里布满红血丝，近乎歇斯底里的高吼了起来：“来啊，来啊，樊玉，我在地狱等你，我们会在地狱相见的。”他还想再说些什么，只是漫天通天柱在完全没有防空火力体系的拦截下，在这片大陆上绽放开了绚丽到极致的烟火。